望前三半路，白气缕缕，如山云乍土，摇曳青藏间。这段文字是哲青对北投最早的认识，而它描写的是郁永河300年前到北投来采硫所见的流穴景观。氤氲的热气也是大多数人对北投的印象。从温泉乡到温柔乡，日时代，梁启超、李贺若这些文人在这里留下了足迹。而这次同学也将带着各自所选读的作品探访北投。北投是山明水秀、清闲自在的地方，同时我也很好奇，北投是台北最温暖的地方吗？我对北投的印象就是靠山，温泉很多，还有日本建筑。但我同时也有一个疑问：难道北投只有温泉吗？我对北投的印象是慢步调、硫磺味，还有身为一个北投人，我时常对北投是台北感到怀疑。我总是坚持说自己是北投人，而不是台北人。这段文字出自于作家郝玉祥的《城北旧事》。来到北投以后，世界却大不相同了。陌生的异象忽然跳出了颜色、声音和气味。北投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更加真实，而不是只停留在童话故事般的想象。我也很期待这次带着郝玉祥老师的生命故事，实境走进老师笔下的场景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北投回忆。为了家庭生计，在那个年代，身份和名字的转换也是寻常事。作家徐正雄在我那温泉乡的纳卡西妈妈中间写道：她在命运的大浪中浮沉漂流，当华服褪去，脂粉颜色尽失，终在最初的名字做回原始的自己。读完我那温泉乡的纳卡西妈妈后，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个部分就是，作者的妈妈仅仅是为了生存，就换过好多职业，从小时候的捡破烂，到后来被卖去酒家，而且还在工厂打过工，最后才到北投当纳卡西。这个过程中的颠沛流离以及艰困，都是让我难以想象的。民国67年，我正式走进北投的硫磺烟中，我的名字也从玉凤变成丽华，从那里开始了我华丽的生活。我曾学过钢琴跟小提琴，接下来我想跟随我那温泉乡的纳卡西妈妈一起来了解北投的纳卡西。不是以前的北投好，而是那时候的北投支撑了一个年代。摩托车快递象征了北投的荣景。有人形容北投是一座不夜城，即使到了半夜，穿梭于巷弄，忙于载客的摩托车声仍不绝于耳。为什么他一定要帮阿公代班限时专送？一辆机车就能把人连结在一起吗？他们究竟是因为怀念那些过往而依依不舍的延续，还是为了亲眼见证所有过去的痕迹消失，所以才坚持到现在呢？看完这本《北投机车快递》，我也发现我所认识的北投不过就是日常生活的那一面。像我自己就没有做过机车快递，所以也期待这趟旅程可以认识更多不同面向的北投。同学们带着一本书去旅行，发现当代的北投样貌，写下资深的北投记忆。早在郁永河采硫以前，就已经有原住民居住在此。其后汉人陆续来此地开垦，日本人接着开发温泉产业。同学们是第一次一起来北投吗？对，一起来是一起来是第一次。但我有好奇是玉池是南部人，对，你有来过北投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北投。第一次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雨欣家里离这里很近，没有错，我是北投人。北投人，当地的。对啊，然后其实那里离这里很近。我住天母，所以我们周末有的时候就会过来这里泡温泉。哦，是你家会过来对不对？哈。
那你们有没有知道北投这个名字怎么来的？哦，好像有读过哎，在书上有写到它是原住民的族平埔族说这里是女巫的女巫，北投。对对对，因也有烟雾。对，女巫的意思，它这个字就是北投啦，它是沿着这条溪发展，大家看得到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来到这里呢，来到北投历史发展的景点，除了原住民族之外，刚刚我们在背后看到一个龙奶汤，对，龙奶汤哦，龙是什么意思？龙是我不知道，感觉很像是吗？对，有水性的东西。有水性的东西，来，一个凸起的地方，隆起的意思吗？对，有点像。它就是一个水加一个龙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呢？我是觉得它是一个凸起的地方，然后水可能会这样过去。是，这样讲也可以的。龙这个字本来在中国的古字是水滴下来的样子，啊，如果很多水一起滴下来呢？瀑布，小瀑布，龙就是瀑布。龙就是瀑布的意思。温泉其实跟文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，对不对？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带大家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也就是北投最有历史感的龙奶汤，我们去感受一下。好，OK，泡温泉，泡脚。来到北投，大家一定会想到去泡龙奶汤，那边是最知名的这个温泉。但是我到这一次才知道，原来龙这个意思它是小瀑布的意思。包括我们讲第2龙、第3龙是都在讲小瀑布。对，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小知识。身为北投人，我居然这次才知道。寻幽苏味以研访北投泉，这是梁启超在日治时代的时候，他来过这个地方，他来过北投。梁启超。对，梁启超那时候受到了林献堂的邀请，然后他就来台湾。那其实呢，北投跟很多的文学家都有关系。你们想得出来哪些人吗？郁永河。郁永河啊，你讲完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梁启超。梁启超。梁启超，还有一个叫吕赫若。吕赫若他是日治时代的，到国民政府来台之后，当时的一个文人小说家。那梁启超当时来的时候，他看这个地方，因为温泉嘛，有温泉，他就写下了就是他想念整个南京的景色哦。因为其实有温泉的地方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圣地。哦，那因为梁启超他从南京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他发现说，哎呀，北投有好多的建设，还有很多的景致，跟南京的时候非常像。哦，对，所以文人雅士他会在不同的地方寻找自己的那种，就是精神的原乡。那你现在泡竹汤的感觉是什么？很温暖，热气温暖，温暖是不是？很热，对不对？让整个人骨头都软掉了。对，很热。刚才玉霞就想睡觉，真的很想睡。对啊，因为今天我们出外景很冷，对不对？很冷的时候再泡这一下很好。不过呢，这古代的人哦，其实把这种洗脚当作是一种重要的仪式。重要仪式哦。可是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哦，就是有沐浴、洗澡，对不对？它差别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沐浴跟洗澡，感觉沐浴只是冲水，然后洗真的要搓。好，对，中国人他不会造相同的字，他每个字一定有它的意思。比如说衣服、衣裳，衣是上半身，裳是连身的，连身裙就是上，就是裳。门扉，门是两扇的，对不对？扉是单扇的。眼睛，睛的话是黑色的部分，眼是眼白。原来有这个差别，有差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会用相同的字嘛。好，那沐浴洗澡呢？我觉得他们平常会做的应该是沐浴，可是好久做一次的可能是洗澡。洗澡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还是沐浴是可以拆开来看沐跟浴？没有错。哦，对，我刚刚讲过了嘛，每个字都是个别的意思嘛。是，所以沐浴洗澡是4个动词哦。这节目是冲头发的水，然后浴是洗身体的水。然后洗澡洗搓头发，澡是搓身体的，我不知道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按照娜丽的回答的话，那你最近正确答案沐是洗头发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周公沐发，他握了头发，他洗头洗到一半就有沐，他就沐发，他就是洗头嘛，对不对？浴是洗身体，尤其是泡在水里面叫浴，所以我们叫浴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洗澡刚好是洗脚。澡是洗手，在那个用水不容易的时代之下，其实要洗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们就会选择，这样今天可能洗手脚，然后明天可能洗头，对不对？所以非常难得的时候才能全身一起洗，这是非常特别的。然后英文的洗澡怎么讲？ bath，
对，这口音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那是 bass 和 glass， 对不对？这个字怎么来的？哎，对，这个字就是你们想要就是动词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但原来是名词。我先问你一下哦，如果说我今天说我要去微风，那什么意思？我要去微风，我要去逛百货公司。微风对，我要去成品呢？哦，书店。逛书店啊，我要去华纳呢？我们去看电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那如果我要去巴斯呢？巴斯是一个地名，它是一个真英国的地名，它就在英国英格兰的西南部的一个城市。对，然后西元75世纪的时候，罗马帝国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基地，它是个公共浴场，它是公共浴场。然后它这个公共浴场它有2个功能，第一个就是让罗马军团在这个地方休息，对，休息。那第2个功能呢，它以前这个地方有温泉，其实会有密室。所以一样是求取神谕的地方，所以温泉的地方会拜智慧之神密涅王，所以你刚刚说我说我终于放假，我要去巴斯，意思就是我要去那个地方泡澡，对，所以英文这个字巴斯就这样来，对，巴斯，而且巴斯这个地方，它今天变成了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。他说 Spa 是在比利时的一个小城镇。然后 Bath 则是英国的一个小城镇，只是这2个城镇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罗马帝国在统治那里的时候都有盖一个公共澡堂，所以这2个词在我知道它的来源之前，它只有意义。我听到 Bath 就只会想到洗澡，可是听到他说这个来源之后，我就会想象15世纪的时候那个公共浴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然后那些贵族人士在那里泡澡的时候又有什么情调。以前的文学家们，他们很喜欢去温泉地来度假。那音乐家也是一样，你看像布拉姆斯、贝多芬、肖邦、德国文豪歌德，他们其实都会到温泉乡去休养，然后写作。温泉文学在台湾以前没有那么受重视，可是如果你看日本文学非常多，例如说像太宰治。他喜欢去箱根，也喜欢去伊豆。那伊豆最有名的就是川端康成，伊豆的舞娘，他就是去那个地方泡温泉，然后就认识一个年轻的 Echo， 他是年轻的艺妓，然后后来就是单恋他这故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包括了尾崎红叶，尾崎红叶在日本一个地方叫热海，然后他写下了《金色夜叉》。那我刚刚讲了卡罗维法利有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文学家，你一定听过，叫米兰昆德拉。昆德拉有一本书叫《赋别曲》，他就写这个地方温泉乡的故事。以前的人来到温泉乡度假，他不是来1天，不是2天1夜，他们一住可能是2个礼拜，甚至是1个月，住很久。是我们现在的 long stay 了。对，所以他就到附近，对啊，到附近去走一走。好，所以就虽然住在卡罗维法利，他可能会就找了1天，他去布拉格。然后再回到卡罗维法利这样子，所以这就是整个欧洲或者是世界的温泉文化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，其实文化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小的部分跟温泉很有关系。刚刚我们聊了很多文人跟温泉的关系嘛，在北投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也来过。意想不到的人，这个碑上的，它上面写了什么字？皇太子殿下，对，杜舍。这部分你有读到？我有读到，你有读到？在北投行进曲里面有讲到，是日本的裕仁皇太子来北投溪这里调查一种特色的石头，它叫北投石。那这种北投石它有一个特色，你光听名字就知道，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台湾地名来命名的石头。那当初为什么会发现这个北投石？就是因为有一个日本的学者，他把相片的底片就放在那个北投石上面，然后就发现它曝光了，就知道原来这个石头它有放射性。后来经过检测，确实北投石里面含有微量的镁元素，所以蛮酷的。后来皇太子就听闻这个消息，就来探测这个北投石了。裕仁天皇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嘛，然后他就自己撩起裤管，然后他叫北投溪下面去走动，所以呢，你看他叫杜舍。杜舍就是对这个意思，就是他下野溪下面去走嘛，对不对？对于当时日本人来讲说，皇太子身份这么尊贵，对，其实那么尊贵。但其实我们后来知道，他其实对科学是很有兴趣的，矿物学、植物学跟鱼类，就是他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任务要给你们他们就在这边，我要让你们去找北投石。
你们到照片里面的这个地方去寻找北投石，好不好？好。也许会像黄太子一样那个渡色完，对，物色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出发喽。OK，走。我们现在要找，最上面，最下面。您知道这个在哪里吗？不是那里呀，哦，就在这里了。哎，这么近了，谢谢。他们在做什么？有个童子哎。你好，你们好。哇，哎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啊？我们在做吸水检测。吸水检测？为什么要做吸水检测？因为这边是北投石的自然保留区，所以你们都会检测它的什么？我们会检测它的温度、酸碱度，还有辐射量。环境温度12.9度C， 12.9，有点冷。然后吸水的话，吸水温度30.1度 C， 这么热，差好大啊！果然是温泉。除了温度以外，我们还会检测酸碱度。酸碱度，好，我们来看看。pH 值1.9， 1.9，好酸哦！天哪，这样皮肤会不会坏掉？不会不会，北投是硫磺温泉，所以它是酸性的。对，然后除了这两以外，它辐射，我们会用盖格指示器来做测量。哇，没有看过这个仪器耶，很酷。现在的辐射量是每小时0.13微西弗。0.13微西弗，这样是很多的意思吗很危险啊！不会，我们人其实一年平均会接收到1.6毫西弗的辐射量，所以这个辐射是非常的安全的。平常看就看得到这个石头吗？可以，其实我们往下看就会看到北投石。看起来都是大型石头啊，要分辨哪一个才是呢？北投石其实不是一颗大颗的石头，它其实是附着在安山岩上的表层矿物的结晶。我们已经设立了自然保留区，它的生长速度因为非常的缓慢，已经围起来不让大家下去采集，也不让人下去泡温泉。啊，确实，你看这个河道都像堵得死死的，除非你跳下去，否则根本下不去。而且下去还会罚钱。哦，不用不用，那不用了。我们学校其实是比较没有认识北投这一类的课程的，但是同样身为高中生的他们，然后还可以带我们去检测，然后跟我们讲很多数据分析。我觉得在北投石这方面，同样身为北投人，我的了解真的是不够透彻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就是学习到了很多北投在地的知识。物件先坑嘞，真坑嘞，时间真较省，先来加，他简直是把你当成朋友。现在吃的，所以我们以前会跟客人会有这种很微妙。哎，北北，你做北投快递做了多久啊？我做了很久了。北投的温泉文化不只带动了那时当地的经济繁荣，还孕育出一连串的特色产业。以前要当纳卡西歌手很不容易，除了要精通国台语歌曲之外，连日语歌曲也要会个10首以上。当时北投虽然只有50多间饭店，纳卡西却有500多团。请坐。谢谢，谢谢。有没有觉得很特别？因为这应该是同学们第一次现场听纳卡西吧？对啊，是的我之前只有在书上看过。在书上看过。对。于心呢？我也是在我的书上有看到纳卡西，可是从来没有现场听过。是哦。那玉子也是吗？我的书上没有看到，但是我也见识到了。对。是。但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这边呢？哦，因为我现在看了一本书，它叫做《纳卡西妈妈》，然后里面的主角她的妈妈就是靠着纳卡西这个职业赚了一些钱，我就觉得超级有趣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行业名称，所以就想要来这里见识专业的纳卡西。你们知道纳卡西是什么意思？纳卡西，我先猜一下。你猜一下。因为这其实也是我的问题之一，书里面只有提到纳卡西他的工作就是只唱歌，然后学很多国的歌曲，但他没有明确定义纳卡西的意思是什么，然后我也觉得它可能不是一个国语的词汇。但是你还没猜意思是什么？猜是歌手。歌手是不是？于心呢？我在看书的时候，因为有看到纳卡西这个名词，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妈妈，
说是不是知道纳卡西是什么？他说是日文的，好像有点像是流动。流动就是好像因为歌手这个行业是会流连在很多场所，这样他说有点这么个意思，但他也不是那么清楚，所以我想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。是好，这是于心的猜测。玉慈呢？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纳卡西，然后我自己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食物，还是食物？你跟我一起混在一起，就很像小甜点这样的感觉。所以就他们就像甜点一样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很美妙的感觉。是，我们要请周老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，纳卡西是什么意思？它这个是日本的译音啊，它代表是流动的行业，流动行业也不单只是只有纳卡西，它是代表所有流动的行业。它不止歌手是流动，连乐师也是流动。那乐师就拎着那些笨重的音响啊，包括那个鼓啊乐器，对对对，就是很像现在那种搬家公司的捆工，有没有？对啊，美其名说，哎，老师，其实大家都像个捆工一样在搬这个东西。所以那流动的这个饭店到那个饭店，或是这个房间这个包厢到那个包厢，流动的行业，纳卡西。老师，你做纳卡西在做这样歌手，到底从事了多久啊？我是国中一毕业就进入这个行业。国中一毕业啊？是，因为那时候是刚好在过了联考，老爸失业了啊，那刚好我叔叔是在从事北投这个纳卡西的行业。是，他本身是一个领班，他就把我带出来说，你先赚钱啊，那就这样一头就栽进来做纳卡西，就直到现在。因为我看这本《纳卡西妈妈》，然后它里面有提到，它有主角的妈妈有换过昵称，从玉凤变成了丽华。那丽华就是她开始唱纳卡西的艺名，所以这个就开始了她华丽的一生。所以她对于那一段往事的回忆是一种跟着时代的潮流，然后在那种灯光酒色的氛围之下，她很华丽的生活。你看她可以唱歌，然后认识各种大人物，然后有的时候还可以吃那个客人的菜。所以我想问，请问您就是对于这段往事的回忆，有没有这种风光的感觉？这位作者他真的是完全去呈现到当时那个时代的纳卡西这个行业，包括说跟客人有时候会变成像朋友一样，一进去的话，客人都说门家先坑嘞，先坑嘞，洗干净叫声，先来加，他简直是把你当成朋友了。现在吃饭一起吃。对，我们以前会跟客人会有这种很微妙的关系，你又赚钱又吃人家的东西，对，简直就像朋友了。是我在书里面有看到，这个妈妈说她回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12点了，而且他们也可能要打扮，那就会被很多同理的人不理解。想问老师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在当下，我那个15岁那个年纪，其实是真的很尴尬。你在那种场所，跟你在学校跟同学之间，完全没有办法去联想的，你也害怕让朋友间、同学间去知道说，哦，你在北投那种地方工作，不能去参加同学会，也没什么朋友。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了，其实我会很怀念那一段时光。当初北投这么繁荣，很多的人其实是在靠着这个温泉，北投这个温泉赚钱养家啊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走过那段繁荣的时光，其实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做这个纳卡西的这个工作行业，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纳卡西？我们要排除那种外界对纳卡西的误解、既定印象。对，就正向的那一面也要让别人看到。对，它是一种文化，纳卡西算是一种文化，有时代背景。那老师刚刚提到，就是很多客人会跟纳卡西相处成朋友这一段，其实让我很有感觉。因为书里面有讲到，有一位客人他都会点一整桌的菜，然后让纳卡西吃，然后吃不完纳卡西也可以包回去给小孩子带便当。没错。对，就这个人情味，我觉得也很重要。对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。听起来我觉得很像是很精彩的一个人生经历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把我放在就是2年前我还15岁的时候，然后要我上台去面对一堆客人，然后我要在台上唱歌，我决定我肯定吓破胆了，就是没有这个勇气跟胆量上台。这个是时代跟那时候你家庭的变故的话，你不得不接受。对，那是在那当下。对，是。我可以很真切的感受到，老师说他在15岁登台的时候的惊惧、害怕，或者是他后面发展的越来越好，跟很多人成为了朋友，那时候的风光跟得意。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跟坐时光机一样，就是让我不再是活在现在这个时间，然后也可以
窥见当年那个很繁华然后很风光的北投。来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其实2位老师还在持续的在发扬那卡西的文化。对当今的人来讲，那卡西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呢？返璞归真，你回到以前，你怎么随口去哼？哦，包括一首歌，你可以从抒情歌把它唱成变奏曲哦，就是现在年轻人很流行什么 DJ 版，是不是？就双曲版，对，电音版。这个是很早以前我们南洋戏就是在这么玩哦。你一首歌曲里面，你可能就会唱的三种节奏，摆脱那种很郁闷的感觉，就很即兴嘛。对，南洋戏你随意随性。纳卡西的那位老师跟这本书里面作者的妈妈有着一样的情感。就是他们在当下从事纳卡西这项职业时，可能都会被社会以有色眼光去看待，认为他们可能不守妇道或者抛头露面，在当下很封建的思想会有这种的偏见。但是他们现在回顾他们过去那一段时光，可能会觉得自己很风光，因为跟上了当时最有可能见到大世面的职业。那这就让我想到，如果是我现在可能在经历一些我觉得很苦难或者很困难的工作时，我可能不太开心。但是未来的日子里，也许我在回想起这段回忆时，我会觉得这是我很快乐、很风光的一段时间。除了纳卡西之外，其实北投还有另外一个产业，也充满了人情味，而且充满了故事。是不是北投的这个机车快递也是我们讲的限时专送？哦，所以有书也是这样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看到一本北投机车快递是这么说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给你们一个任务啊，就是既然你已经讲到了机车快递，那你们要自己去体验一下。啊，听说现在这边还有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要自己去找一下咯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，但是在离开这边之前，我们还是要一个小小的体验啊，因为刚刚我们在听歌嘛。是，对，你们没有想要唱吗？可以，也是可以的，可以嘛，对不对？要来体验一下，一定要体验一下。要弹电子琴吗？我学过钢琴6年，但那也是很久国小的事了。哦，所以也许可以试试看。废娼之后，生意一落千丈，许多人邀请我到日本发展，我选择继续留在北投，陪废娼后不肯老去的北投一起孤独。不是，你听说过北投的这个机车快递，或是叫限时专送吗？没听过。要不我们去问商店老板吧，他们更可能是当地人。应该是当地人。好，那就近问这一家。好啊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打扰了。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听过机车快递，或是我们叫限时专送？有啊，那是我们北投特色啊。对，这个我们再找一组电话号码。机车快递是4733。4733。哎，28914733。28914733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我先去打电话了，谢谢，拜拜。28914733。好，播了，勇敢播下去。来，好紧张，冲了。喂，司机先生你好。喂，您好，我们在拍节目，然后我们想请问一下，看可不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机车快递这件事情？可以啊。是，那我们有3个人，可以就麻烦您再找2辆。我要先去送便当，我送便当啊。一起送便当。那如果我们一起跟您去送便当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太好了，好，谢谢，待会见，拜拜。有时候人与人就是一种互相帮助。跑了这么久，这些客人就像是老朋友一样。这份工作给了我们生活的意义，起码每一个队员都很认真，想对北投有一些回馈，留下一些存在过的痕迹。哎，北北，你今年几岁啊60几啊。做北投快递做了多久啊？我做很久了，我还在上班的时候就做了，有空就来做。哦，动一动也不错啊。服务社会啊。
是生产者，不是消费者。哦，这很有趣，还是其实没有那么？他人生百态都有啦。到了，停车，停车 ，OK。耶，北北，这就是我们要送便当的地方吗？送便当，对，送便当进去。那以前都是军人眷属住的地方。送便当。你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姐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姐姐平常也是会像这样用机车快递来送便当或者送其他东西吗？哦，我们中信新村在半山腰上，眷户们下去买菜提很重的时候都搬不上来，那这时候就要仰赖机车快递的阿伯来帮忙送餐。哦，那因为我也是住北投，我家楼下就有一个机车快递，所以如果我要去某个地方快要来不及，我就会直接请机车阿伯送我到捷运站，就少了可能10几分钟的路程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我们后面的展间呢，是有在讲关于机车快递这件事情。那这是在北投叫做限时专送，那后面的布景蛮漂亮的，可以到后面去参观看看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去看看。好，走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这是这边以前机车行就是这样啊，排班电的吧。话号码。这个是我在书上看到的画面。这最早的就是这种车子。这可以坐吗？坐一下。野狼125的。黑狼125，它有什么特色？便宜，保养也便宜。像我看的书里面，因为我这次看的就是叫做一个北投机车快递的书，然后讲的其实就是北北他们平常在接送一些人、接送小孩啊，然后送一些单的时候的一些故事。因为做机车快递，然后跟北投这块土地，然后跟很多在地的人建立一些情感上面的连接。就他们有固定叫某一个人，比如说现在的小孩子叫了半天叫不动，阿嬤我会起誓说就叫我们了，我们才会花个小钱而已。他就很轻轻松松的把它完成了，我们叫你那叫没停所以他每看到我们就是说，哦，有你们真好，真的因为我们帮派很多啊，哪有都可以去啊，还有跑银行啦，收费钱都有，对啊。那你们跟这块土地的羁绊是真的很深。我们做的项目是比较很广泛，因为只要你想得到的。阮做会到，阮会做会到，无啦，阮做会到，他也使跟你讲，我们做得到的。就会帮忙。2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一个做得到的，第二个就是不犯法了。这2个条件，其他的我们都可以服务。哦，认真来讲，不是为了赚钱，跟客人的互动的时候，人家都会觉得有一点感激的那种感觉的时候，人家说有你们真好哦，那你都听得都很舒服。对，心里真的。最起码人家知道说你的重要性。对。说一句真的，现在我们北投在服务，你一下子通通北投都没有这个行业的话，大家都不习惯了。对啊，已经扎根了。这是我们北投台湾来讲，北投特有的一个文化。其他地方是没有。对，天母没有机车快递。对。在《北投机车快递》这本书里面，他有提到很多就是车行大哥们跟乡间邻里互动的过程。我一直觉得这可能就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的情节。实际去走了一遍之后，我发现原来他们是真的，不管是对客人啊，还是对伙伴，都非常的亲切。这份人情味让同样身为北投人的我也觉得很骄傲。我们以前会偷溜跑进来关渡平原，其实都抱着一种探险的心情。现在好自由浪漫，很浪漫，是不是？我始终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台北人，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城市人。其实没有把北投跟台北归在同一个区，会觉得好像我们是乡下人的那种感觉。我总能听见东北季风横扫过关渡平原时，发出凄厉又绝望的嚎叫。我闭紧了双眼，竖直了耳朵，听那气流卷起的漩涡，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。因为那根本就是人声，更像是长发披散的女巫，从土壤的最深处尖叫着钻出。这一段呢，有郝玉祥老师加入。大家好。对，因为我们来这个地方很特别，为什么会来这里呢？
就是我自己在看郝玉祥老师的书《城北旧事》的时候，然后就读到一篇，就是关于官渡平原，然后老师有写到说，在这边吹风的时候会有那种女巫的感觉，就是很尖锐的风声。然后我就觉得这段文字很打动我，就觉得哇，这样一定很奇妙。你的家乡不会有那样子的声音吗？就是很少，因为嘉义很多时候都很热，这样。对，所以就很想来感受一下。对，来我们一起走一走来看一下。对。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哦，大家很难想象哦，说北投的区域这么大，竟然还包括了官渡平原，对不对？而且老师你以前就住在这附近。对，以前真的是一片荒烟蔓草，然后非常非常的神秘。现在有好多的高楼大厦，以前当然没有这些建筑物，对不对？对。包括新的路跟新的建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在这么多年，其实变化非常的大嘛。对，其实非常大。其实以前全部都是没有房子的，全部都是一片平原，是，然后全部都长满了杂草，然后在杂草丛中呢，可能会有一些那种违章建筑，或者是那种小小的，对，像工厂那样子。对对对，很神秘，不知道在里面做些什么，好想一探究竟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以前会偷溜跑进来官渡平原，其实都抱着一种探险的心情。听起来好自由浪漫，很浪漫，是不是？可是你今天有点像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啊，你们有感受到或闻到什么吗？玉溪？觉得就肯定是稻草味吧，因为现在这边都是稻草，然后我一直有听到隐隐的鸟叫声。是，刚刚也有看到有人拿着很大的镜头在拍鸟，在那里。对对对对对。而且于是你是北投人。对，我家的窗户看出来其实是可以看到官渡平原的，然后以前就是觉得很漂亮啊，然后看着一片广阔的这个官渡平原会觉得很自由。我觉得在官渡平原待起来很舒服，就是风吹过来，然后听着一些稻草，还有鸟鸣声，我觉得有一种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，就是好好的享受身为北投人，然后可以在官渡平原里面享受大自然的这个过程。老师在那个《城北旧事》里面写到说，官渡平原的冬天，像有女巫从土地里面钻出来，然后嘶吼、呐喊，那个风的声音，你有听到吗？我现在还好，还蛮平静的，女人可能在休息。没有听到，对不对？对。刚才因为玉石也跟我分享，那娜丽呢？你第一次也来这边吗？对，我第一次来这里，但是一开始听到这里是块平原的时候，我脑海里面的想象是绿草整片，然后看起来就是那种。也许没有到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太夸张，但至少是绿草。可是现在看这里，好像是一幅收割后的田地景象，就是有一种比较荒凉一点的感觉。可是你仔细看，在这些荒凉的杂草中间，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鸟类，像现在我看得到就有好几只鸟在这里。而且刚刚于心有说，我们有听到好多清脆的鸟鸣声，也有看到空中有一些鸟飞过去，就觉得在这荒凉中间还是蛮有生机的。是，去看老师的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就是说。官渡平原以前会淹水，会，而且下雨天的时候，现在还会吗？不会啊，现在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是这文字里面其实前半部都是水汽弥漫，对对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以前北投这边是河川遍布的，以前的这个河道这个治理不好，所以呢，下雨天一来就马上整个官渡平原会变一片汪洋，会淹多少？会淹多高？我小学的时候，我的学校有一次淹到我的胸口，淹这么小学生的胸口，小学生的胸口，这也很可怕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郝玉祥老师他在分享他对于北投或者官渡这一块土地的感情时，让我联想到之前有上过简正的课文，他在讲宜兰市也投射了同样的情感，就两者都在讲对于家乡的河川整治之后，虽然不再泛滥，但却少了一分野性的美感。那这点就让我觉得，也许一个人对于家乡的感情，不在于这个家乡对他带来了多么安全或者多么便利，不再淹水对他们来说日子改善了许多，而是小时候对于这块土地的回忆，那股野性之美是刻在骨血里的。只见大殿里跪满了和母亲一样闭眼祷告的大人，脸上的线条因为过多的焦虑和疑问而扭曲着、抖动着，蔓延成了一片无边的苦海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城北旧事的另外一个文学场景是哪里？官渡宫。官渡宫。对。这里其实对老师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。你在书里面读到老师跟官渡宫的关系是什么？就是一种羁绊吧，就是从小到大，从跟妈妈
在就是可能一个懵懂的状态下来拜拜，再到后来可能自己也爱上就是求签这样一个行为。对。那老师，你的关渡宫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觉得它是我的第二个家。第二个家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几乎每个礼拜天哦，我妈妈都会带我们，就是从家然后坐公车来到关渡宫拜拜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假日唯一的休闲活动。不管什么事大小事，要买什么电锅，我姐姐交的男朋友好不好，我的月考会不会考好，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要来关渡宫问哦。所以这个地方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，那也觉得是好像是我一个心灵的依归。人生遇到任何的困惑，就很习惯来这里找解答。可以懂。是。那是一条穿越象鼻山的阴冷隧道，洞壁的两旁开坛立有28位尊天王、夜叉和金刚，每一尊都是怒目真眉，相貌似人又似鬼。他们的手中高执着一把斩妖除魔的宝剑，正准备要大开杀戒。灵山古佛洞，老师，古佛洞跟你以前来的时候也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哦。小时候来的时候都觉得这边好可怕，而且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好像一走进这个洞就觉得阴风惨惨？有，觉得那种飞过来，就觉得好像不像在人间。所以小时候走这个古佛洞其实是非常害怕的，压力很大，这样对不对？对。而且你看到这边，哦，这有些这样子的神像，对，对，瞠眉怒目，然后瞪着你这样。是，所以小时候会怕吗？会。其实看这些古佛其实是非常害怕的。那丽呢？来这边你什么感觉？看它就是有一种我必须装进肃穆的感觉，就是这周围的配色啊，还有雕像他们的神情，都会告诉我，就是感觉就是那种不能随意亵渎他们。是，意思。我自己就是觉得跟书中好像又多了一种具体的感受，但是好像说虽然他们长得有点面目狰狞，但是也不会说就是会让人觉得害怕。可能我比较不怕这种之类的吧。你已经长大了。那于心呢？我觉得反而不是可怕，我有一种在这里很安全的感觉。安全。很多神明在保护我，然后大家会跟我一起这样。看多善良的孩子啊！我的内心比较阴暗。我不安地走向古佛洞的尽头，那儿荡漾着青灰色的迷蒙天光，让人一走出洞就大梦初醒似的，恍如又重新回到了人世间。这个仙人很特别，他这个仙人就是预言释迦牟尼会出现的人。哦。他出生的时候他就哭，他就说我看不到你得道。然后他其实，在那个蓝毗尼园的时候，其实有出现过。哇，你看前面，什么前面什么？哦，天哪，好空旷的感觉。从刚刚那个很狭窄的古道走出来，然后外面竟然这么广阔，别有天地。一出了古佛洞之后，看到的是广阔的淡水河嘛，我觉得心中莫名的涌上来一股感动，很难言喻说这股感动到底是从哪里来。但是我觉得是因为被郝玉祥老师对于北投很真挚的情感给感动到的。同样身为北投人，我也很好奇老师在就是经历了这么多，然后以现在这个时间段回来北投，对于北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情感或是看法？因为我成长的北投是1980年代，跟1990年代。这个政府非常的关心，所以温泉酒家都关门大吉，所以一时之间就没落萧条了下来，所以有点像是一个城市的被遗忘在边陲的这样一块小小的角落。那可是相对于现在的北投，房价非常高，然后捷运客大，然后5星级饭店林立哦，而且文青风盛行，应该是说现在的北投非常好吧。可是我每次回来北投，我都难免感到有一些落寞，就是我所成长的那样一个萧条的我觉得带有一点野性的、没有发展的，多是那个边缘人聚居的，又带一点江湖的草马气味的北投，好像消失不见了。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动笔写城北旧事的原因哦，因为那个北投跟现在的北投其实大不相同。那个北投其实是活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想把那时候的情感记录下来。对，那我觉得那个北投其实好像也造就了我个性之中的某种的野性的，或者是边陲的这样的一个气质。因为我始终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台北人，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城市人。真的，我现在也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
我们很常讲说今天要去台北，也就是其实没有把北投跟台北归在同一个区，会觉得好像我们是乡下人的那种感觉。原来到现在还是真的，北投还是一个乡下。所以老师在文字里面写说我是北投人，不是台北人。是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是真的是这样子，所以非常奇妙。那我觉得这也是台北得天独厚的地方嘛，它有城市的一面，可是它也有这种非常大自然的野性的一面，那就是展现在北投的身上。听着郝玉祥老师一路从关渡平原，然后到关渡宫，就是他对于北投很像是细数家珍，就是这里我小时候走过，然后我跟父母亲都会来这边拜一拜。我觉得很难想象的是，同样身为北投人，我好像对于北投日常生活的感受太少了，所以我觉得从之后开始，我也应该要去好好的感受生活中一些很幸福的时刻，然后希望在未来的时间，我也可以像郝玉祥老师一样，好好的去回忆对北投这段时光的模样。今天行程的最后，我们来到这个制高点啊，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浏览的北投跟关渡平原。在今天的文学的走读之前跟之后，你对北投的印象有没有不一样？哪里？有，就是我之前会来到北投，都只是因为来这里泡个温泉，那看到的就会是那种他们打造出来要让你觉得这里很繁华，然后看到很多挂着红灯笼的，就是那些饭店啊，让你下榻的那些地方。但我今天来才发现，原来那只是表象中的表象。像是刚刚跟郝老师对话，就是他有说他觉得北投是没落、是边缘的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台北人的一环。那我就觉得哇，这跟我想象中的那种繁华的北投差别很大，就是很落寞。但是其实，在体验完纳卡西老师，他们对于自己过去纳卡西的经验是觉得有点风光的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其实也不能说北投算是落寞了，就只能说是洗尽铅华，然后回到了这生命最平静的时候。对，就像他书里面写的嘛，在最初的名字找回原始的自己，对不对？还有谁有最想要发言的有没有？我其实刚刚听到娜丽的想法的时候，我觉得最想说一句话就是“花开花落自有时”，就是北投走过这样一个繁华阶段，然后他可能没有说到落寞，他只是走到了生命的原点，就是回到刚刚哲青老师这样讲的感觉，对，很有就是很有感触这样。对，那于心，你希望以后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北投呢？哇，这好像很难讲，就是我很想体会，就是他们当年说北投是不夜城的那种感觉。可是我也希望北投就是自然的发展下去。我觉得我们就当我们的边缘人，我们的乡下地方也很好。其实我不喜欢台北市正中间那种，就是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感觉。我反而很喜欢北投这种慵懒，然后有一些慢步调的氛围。对啊，所以在今天透过了这个文学旅行之后，我们发现其实风土跟文学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对不对？我们进到了21世纪的北投，但是通过文学看它的今世，看到它的前身，也许我们可以读到它的未来。而且你们这次选读的文本都非常有趣，从人生百态到这个过往的个人的记忆，其实这个就是文学的重要，它留住那些消失的时光，然后让我们去追忆，让我们去凭吊，甚至于让我们去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。那下次文学旅行还要不要参加？要哦，对啊。淹水过后，真的遍地都是蚯蚓，然后还有水蛭，去扫那个淤泥的时候，那些水蛭都会爬到我们的小腿，好舒服的感觉，把它拔掉。那现在退而不休啊，做这个社会服务啊，对，很多冬令救济的啊，也都是需要我们帮忙。Look out.